下哦，如果你为了寻求平静而播放的佛经，在某个宇宙观里面，其实是阴曹地府里受刑人的悔过书。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像恐怖片的情节。对啊，又或者我们熟知的基督教起源，居然跟一架坠毁的飞碟零件有关。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认知大地震的等级了。没错，当你试图掀开历史的布幔，去窥探这个世界背后隐藏的齿轮时，突然之间那份你熟悉的剧本就被彻底撕碎了。因为这套理论直接把我们习以为常的信仰还有神机，全部转化成了赤裸裸的政治算计与物理机制。真的，所以准备好你的脑袋咯，充满活力的向大家问号，欢迎来到黑皮珍妮的频道。大家好啊！如果你听完我们这次的深度探讨之后，觉得脑洞大开，甚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请千万记得顺手将这集内容分享给身边需要听的人哦。对，这集内容绝对值得分享。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资料来源非常特别，是《人生字典》这本书中的世界各类宗教的由来。这可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人类真相推广协会出版的。没错，这是一份非常罕见的文献。我们今天的任务呢，是专门为第一次接触人生大挑战相关概念的你，详细解构书中对世界宗教人物、事件还有物体的颠覆性看法，就是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来看世界。对，并且还要探讨台湾人如此热衷宗教活动背后，到底可能隐藏着什么样惊人的后果。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必须先设定一下我们这次讨论的基调哦。这个很重要。我们要非常明确地向你声明，我们不选边站，也不为书中的观点背书。对，绝对中立。因为这份资料包含了极度颠覆传统认知，甚至具备高度政治与宗教争议的内容。我们纯粹是作为客观的向导，带领你去理解、去拆解这份原始资料里传达的独特宇宙观。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惊人的概念。如果你现在听着觉得这听起来像是一部疯狂的科幻小说，相信我，你绝对不孤单。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看都有这种感觉。对啊，要理解这一切的源头，我们必须把时间线拉得非常非常的遥远，回到书中描述的远古地球。当时的地球板块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书里说，当时地球上有12种由生肖代表的人类种族，还直接点名了2个主要的竞争者，就是美国狗种族和日本猪种族。这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特别。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还以为是某种网络恶搞。这本书是真的把它当作严肃的远古正史来写吗？是的，确实是当作严肃的正史在论述。这道命名逻辑在书中有一套他自己的宇宙观。哇塞，好特别！当时这12个种族原本都在争取统治权，最后剩下美国狗者和日本猪者在竞选，但是美国狗者耍了手段，自行宣布成为领袖，结果就出事了，对吧？对，就在他宣布的同时，发生了第一次世界末日的大地震。这场大地震不仅把地球板块震裂成5大地形，还震死了大约1半的人类。这里的转折太戏剧化了吧？美国狗者没被震死，成了统治活人的美国狗手皇帝。没错。而日本猪者虽然死了，却在阴间自封为英灵皇帝。然后这位美国狗皇帝实施了非常独裁的重税政策，让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就引发了反抗。对啊，于是日本猪种族里的那些反抗分子，为了消极抵抗，就开始建造所谓的太岁爷庙，还雕塑了取名为猪八戒的神像。其实书里说，猪八戒这3个字是取猪八戒的谐音，代表着推翻政权的图谋。哦，原来是谐音梗。这里非常有趣的是，资料中将我们熟知的怪力乱神视为一种精心策划的经济与经济剥削工具。怎么说？你想想看哦，当百姓把财物自愿捐献给太岁爷庙的时候，美国狗皇帝的政府是收不到税的。哇，这招蛮聪明的。对，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经济架控手段。所以这古代的太岁爷庙不就跟现在的境外避税天堂或是某种反政府的非营利组织一模一样吗？完全就是个概念。借由信仰的名义合法逃税，把资金从政府的眼皮底下抽走。但是这种一开始只是搞政治抗争的手段，最后到底是怎么演变成真的有超自然现象的宗教啊？难道只是靠百姓自己幻想吗？书里的解释更进了一步，这牵涉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动物灵魂跟着。动物的灵魂。对，
在书中的灵界设定里，灵魂是有演化阶级的，从水界生物到陆地动物，最后再到人类。当时水界有一些上岸的逃灵，逃灵是什么意思？就是逃避投胎程序的灵体。他们发现民间盖了这么多太岁爷庙，就顺水推舟附身在人类身上。哦，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乩童吗？没错，就是乩童。等一下，所以这些逃避投胎的灵体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获取民间资源。正是如此，他们利用附身制造出各种所谓的神迹，让百姓真的以为太岁爷显灵了。哇，然后百姓就会更狂热地把钱财捐给庙宇。对啊，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敛财循环。假戏真做，政治抗争意外成为了阴界灵体的庇护所。这就是书中定义的道教起源。也就是说，当政府无法对自愿捐献课税的时候，宗教就成了最强大也最不受控的敛财组织。没错，哇，所以一开始只是政治操作，结果意外招来了真正的阴间灵体。那既然这种合法逃税加上超自然附身的模式这么好用，还能直接动摇政权，影响力超大的。对啊，那其他在争夺统治权的种族，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这会不会引发某种宗教战争的军备竞赛啊？你的直觉很敏锐哦。书中接下来的发展就是把视角转移到印度区域，这里发生了一场更具破坏力的经济战略布局。印度发生了什么事？在印度，猴种族的恶王子释迦摩尼因为宫廷斗争误杀了父亲的侍卫，结果被他哥哥给流放了。哦，流亡王子复仇记的感觉。对，这位失去一切的流亡王子在野外躲藏的时候，企图复制日本朱灵者那套模式，希望能够得到阴间兵将的帮助来夺回王位。结果他真的招来了逃避投胎的逃灵吗？没错。而且最颠覆的是，书里说，这个逃灵在梦中交给释迦牟尼的，居然是阴间用来惩罚罪犯的忏悔文字题。这个设定真的很奇特哎。然后释迦牟尼把这些文字改变成节奏单调的经文，带着信徒到处游行乞讨，当时被称为活教，后来才演变成佛教。没错，活教就是活生生地到处教化乞讨。这段叙述真的让我停下来想了很久哎。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些让人感到平静庄严的佛经，在书中的本质居然是阴曹地府里受刑人的悔过书，这逻辑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去分析它的运作机制，这本书其实是把宗教的仪式拆解成了心理学武器。心理学武器。对，释迦牟尼发现，这种忏悔文字体如果反复单调的诵念，会让人陷入一种催眠状态。哇，真的假的？会产生心灵脆弱、失去逻辑思考能力的效果。这就像是一首极度洗脑的流行歌嘛，你听久了，脑袋里就只剩下那个单一旋律，完全无法思考其他事情，甚至会进入一种放空了恍惚状态。对，就是这种恍惚的状态。所以他就是利用这种洗脑流行歌，让百姓放下手边的工作，跟着他去当乞丐。没错，这就是核心的战略目的。释迦牟尼在书中不仅是个流亡王子，更被描绘成一个深谙群众心理学的经济战略家。哇，这视角真的太特别了。如果我们把它连接到更大的宏观视角来看，这本书把宗教视为跨国的经济战略武器。只要百姓都被催眠了，都不去从事士农工商的生产工作，国家的整体经济就会瘫痪，然后他哥哥的政权自然就会崩溃。没错。更有趣的是，美国狗种族看到这招不流血的经济摧毁术这么厉害，居然企图勾结印度，利用佛教去渗透包含中国在内的各国。天哪，想要借此夺取各国的经济命脉，借刀杀人，这根本是古代的跨国谍报战嘛！真的，规模超大。但根据书里的说法，印度后来背叛了美国狗，打算自己独吞这块大饼。美国狗被坑了之后，吞不下这口气，对吧？当然吞不下。他们肯定会想出更极端的手段来报复。这是不是就是为什么书中对耶稣教的起源描述的如此科幻？非常科幻。美国狗决定自己创造一套更具侵略性、更排他的工具来剥削东洋百姓。书中是怎么说的？书中提到，耶稣原本只是一位东洋区域务农的学者，不幸死于泥石流。等等，务农的学者？对，但奇特的是，他的尸体恰好卡在一架坠毁飞碟的零件上。
那是一根发光由钻石和瓷土制成的十字电制棒。停，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忍不住喊出声哎！耶稣是个农夫，死于泥石流，然后还有一架坠毁的飞碟，这跨度的确蛮大的。这太扯了吧！作者是怎么把一个飞碟的发光零件跟全世界最大的宗教信仰连接在一起的啊？其实书中的逻辑是这样的：美国狗者的幕僚发现了这个离奇的画面，就是一个死人挂在发光的神秘物体上。所以他们就利用了这个画面。对，在那个明智未开的时代，这种无法解释的现象就是最好的神迹素材。他们利用这个十字架和耶稣的名字，硬生生编创出了耶稣教。哇塞！而且为了确保信徒的绝对忠诚，他们还设计了一套非常具备物理机制的心理制约程序。这就是书里说的受洗仪式，对吧？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书里说的受洗不是什么神圣的洗礼，而是用冷水淋在头顶。没错，这被解释为一种压缩心灵磁流魂体的物理机制。这是我最困惑的地方哎，冷水淋头怎么会跟看见神迹扯上关系？到底什么是磁流啊？在这本书的宇宙观里，磁流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人体内建的生物电池电量，或者是灵魂的运作能量。哦，生物电池。对，当人类的头部突然受到冷水刺激，这种温差会导致体内的磁流产生急剧的收缩与异常。了解，那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物理性的干扰会导致信徒在睡眠或精神脆弱的时候，大脑产生看见耶稣或是水影的幻觉。我的天呐，这等同于是说，这是一种物理性的骇客入侵嘛？对，这比喻很贴切。统治阶层发现了人体大脑硬体的某个漏洞，利用水的温度差去篡改人类的记忆体档案，人造出所谓的宗教体验。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套理论将宗教的神圣性彻底剥除了，将一切的精神寄托都解释为统治者人为设定的心理控制程序。真的？那为什么还规定信徒禁止吃猪血啊、鸭血等血类食物啊？原因竟然是因为血液中含有丰富的热能与物质，会洗刷掉被冷水冷却压缩的磁流。哇，等于是会解除安装这套幻觉制约系统。没错。所以他们不仅植入了木马程式，还把防毒软体给禁用了。而且他们传教的方式书里形容就像带动唱跟直销洗脑一样，极端排他，甚至直指美国曾利用宗教当作收集情报的间谍网络。这意味着信徒那些流泪感动的宗教体验，其实都只是大脑被电磁波干扰后的辐射残影咯。书里的观点确实是这样。那面对这些带着政治阴谋、经济算计，甚至使用了物理性洗脑手段的外国教派疯狂入侵，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也就是秦始皇，他是怎么反击的？在探讨秦始皇的反击之前，必须先了解书中对于真正的宗教的严格定义。哦，还有真正的宗教？对，书中明确指出，正统的信仰只有一种，那就是祭拜自己的祖先，这代表着饮水思源。祭拜祖先才是对的。没错，在这个宇宙观里，中国这个大领域是棋局竞赛地，正统黄种族人唯一被允许的信仰就是祖先。信仰外国教派不仅是经济失血，更被定罪为背叛祖先。原来如此，那秦始皇，也就是书中称呼的精灵属者，他当时面临了什么情况？他当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国家危机，外国教派大量涌入，导致中国人民沉迷于信仰而不务正业，大家都跑去信教了。对，所以每年税收急剧减少，国家的经济面临空转，劳动力严重流失。难怪秦始皇决定不忍了，但他用的方法非常极端呢。他设下了一个超级陷阱，邀请各大教派的教主来到一个结构被刻意弄得非常脆弱的地窖进行辩论。这个手段确实很惊人。结果那些信徒在上面一激动一推挤，地窖就坍塌了，教主们全被活埋。
但我看这段的时候就在想，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搞个地教，直接下令抓人就好了吗？因为这是一场精密的心理战啊！如果只是下令处决，这些教主就会变成殉道者，信徒的信仰反而会更坚定。对，有道理。秦始皇要的是公开处刑这些教派的核心逻辑，他在地教坍塌后，向百姓传达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现实，就是证明给他们看。没错，就是你们不是说有神佛会保护你们吗？结果呢，在物理的崩塌面前，根本没有任何超自然力量来拯救他们。这根本是一场极端致命的流言终结者实境秀啊！用物理法则直接砸碎神话。那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呢？在我们以前的历史课本里，那是暴君压迫思想的铁证诶。在这本书的视角里，完全翻转了这个评价。焚书坑儒的真相被解释为秦始皇为了阻止那些外国教派的经书继续污染百姓。哦，所以不是为了打压儒家思想？不是的，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教派的经书用调编制的不同的暗语，导致同一个种族的人语音分化，语言不通就会结党营私，这在当时差点让国家彻底分裂。所以他下令烧毁的其实是那些用来当作密码本的各教派经书。完全正确。也就是说，这本书把秦始皇描绘成一个为了解除国家经济危机、对抗邪灵洗脑与外国密码战，不惜背负千古骂名的务实领袖。这真的把我们从小学到大的历史观完全颠覆了啦！确实是非常震撼的反转。我们现在把视角从远古历史和帝王阴谋拉回现代。如果这本书的整套理论是成立的，那么我们现在身处的台湾，这个宫庙密度极高，每年都有各种大型绕境活动的地方，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啊？我们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书中对台湾的现况有着极度严厉的剖析哦。台湾四面环海，在地理位置上，这代表着非常容易接触到水界上岸的桃林，到处都是海，所以桃林特别多。对，而遍布全台的公坛寺庙，在书中的定义里，就成了这些阴界邪灵的加油站与藏匿处。加油站听起来很不妙哎。当人类去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不管你是去修心养性、慈善祭品，还是单纯的在庙里诵经，实际上你都是在启动一种叫做倒流的危险机制。倒流，这是不是跟前面提到的磁流，也就是人体的电池电量有关啊？完全正确。当你心里有所求，或者你对着神像膜拜时，你其实是自愿开放了你身体的权限。哇，让这些阴界邪灵来吸取你体内的磁流。这真的让人毛骨悚然呢。这就像是你以为你走进庙里是去帮心灵充电，结果你反而是把自己插上插头，当做那些隐形寄生虫的免费行动电源，任由他们把你榨干。这比喻虽然可怕，但在书中的理论里就是这样。这种倒流的后果是非常实质且具破坏性的。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书中指出，人体失去磁流后，免疫系统与精神状态会受到重创，进而引发各种现代医学找不出原因的疾病、癌症，甚至是精神疾病的年轻化。天哪，这影响太大了！而且当整个社会的民众都沉浸在这种被吸取能量的状态中，国家整体的经济生产力必然会衰退。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哎。书中甚至直接点明，政府如果推动全民封马祖这类活动，表面上是在拼观光、保存文化，实际上是在大开方便之门，助长邪灵残害百姓的健康。我的妈呀，听说代价还不止于生前，如果生前被当作行动电源，死后总该解脱了吧？书里提到的死后代价更是惊人。这本书对于善与恶的定义，完全不看你在宗教里做了多少表面的慈善行为，那是看什么？它的标准非常严格且唯一，就是看人类有没有尽本分去工作，也就是承担士农工商的责任，以及是否只敬奉祖先。只要有工作跟拜祖先就好了吗？对，只要你依赖任何无形的神佛，就是在逃避当人的现实考验。如果你背叛祖先去信仰任何宗教，死后的灵魂就会被判刑。判什么刑？沦为鱼鲨、水族，或者是投胎到环境极度艰难的地区，像是印度、非洲去重新修考。
哇，这真的是一个超级震撼弹！它不仅把神圣的信仰解释成了远古的跨国诈骗，还把我们用来安抚心灵的仪式说成是慢性自杀，这完全洗牌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观呢。确实如此，这套理论充满了争议与冲击。但暂且不论这些震撼的理论你是否全盘接受，这本书其实强迫我们去直视并思考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什么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用来寻求心灵平静的仪式，背后到底有多少是盲目的从众心理？真的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因为渴望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个无形的依靠，而将自己人生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了未知的力量？哇，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问题。今天我们透过人生字典的视角，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充满权谋与惊悚机智的历史剧本。如果你今天听完这场脑力激荡，觉得大开眼界，甚至颠覆了你的三观，请务必订阅并关注黑 P Jenny 的频道。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探讨的内容仅仅是这套复杂理论的冰山一角。绝对是。如果你想了解最完整、最正确的内容，想知道更多关于人类起源、灵界运作的细节，请大家务必亲自去阅读《人生大挑战》等真相书籍哦。没错，大家一定要自己去看看。记住哦，网络上资讯纷杂，一确正确资讯需以实体的书册为主。下次当你在看向历史文化，或是走过街角的庙宇时，或许你会停下来想一想，那层华丽的布幔背后，到底是谁在转动那些隐形的齿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深度探讨见喽，拜拜。拜拜。Happy Jenny